好想脱下身上的盔甲，好好呼吸一下。每个人都想好好爱一场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人总会有悲伤、狂欢、离别和沮丧，经过了才算学会坚强。带我飞上到个安全的地方，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。幸福不难，就在前方，有你在身旁，我会勇敢。这里，来，你干嘛？帮你拉椅子啊，这样才可以显出你是红星的气派嘛。坐吧。好，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点。不用了，有话就说，我赶时间。对啊，你一定要用这种态度跟爸爸讲话嘛。啊？其实我今天叫你来，是因为很久没有跟你见面了，爸爸很想念你。需要多少钱这么直接啊？好，我配合你，我要2万。？2万？菲儿，以你今天的名气，2万对你来说是小儿科嘛？我每个月都给你2000块，如果你不赌，肯定够你花。那2000块只够我的生活费啊！现在是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我需要。我说没有就没有。现在红了很了不起哦，自己好吃好住，丢下自己的爸爸不管了。你已经很久没有来看爸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丢下他爸爸不管的人是你，我跟你学的。菲儿，我已经老了，常常浑身痛，手脚无力，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，怎么去照顾一个比我老的呢？喂，我是。对，你说。我有事先走了，等一下我会把500块汇进你的户口，这是我的极限。500块啊！好好，你走，以后我有事也不会找你帮忙了。那是最好。嗨，童玲，童玲，能听我说几句话吗？其实，我想跟你说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，是我错了。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你到底希望我怎样啊？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很害怕面对你耶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一脸的真诚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你好像每一分钟都在演戏，我现在分辨不出你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外。难道你不觉得累吗？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这个朋友。我们现在只是同事，不是朋友。拍完这部戏，
连当同事的机会都没有。老板啊，别理他，你等着看吧。等你当了国际明星，看他怎么来巴结你。别再说了。啊，老板啊 ，Jeremy 刚才找你，问你是不是拿了战术上的首饰，在我这里。怎么不见了？不见的话要赔很多钱呢，你再想想看。可是我明明放在包里的。你开去了哪里啊？监控谁在哪里弄丢啊？爸，开门！爸！爸，你出来！出来啊！把首饰还给我！首饰是赞助商借给公司的，弄丢了我们赔不起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出来呀！爸，把首饰还给我！爸，把首饰还给我！你需要钱，我们可以谈的。快开门啊！爸，你开门啊！哎，爸，爸，开门啊！爸，你别逼我！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报警了。去报了，快点去报了！你别以为我不敢报！你这个不孝的臭女人！我是你爸爸，我没钱找你拿点钱用，不行吗？啊，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不给我钱，我只好借你的东西来应急，这样不行吗？你需要报警来抓我吗？你这个臭女人呢、你们看，我是她的亲生爸爸，是我把她养大的。现在她当了明星红了，不认爸爸不要紧，还要报警来抓我，你有良心吗？早知道我就不要生下你啊！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你们不要看了。我需要跟你回警局录口供吗？我接个电话。你有什么事啊？阿公情况很严重。阿公，医生说你只是感染到病菌。住院几天就没事了。断了，我想见他。他现在不在，去了马来西亚了。想见他。好，我跟他说，你等他回来。你现在什么都别想。就好好休养，好不好？阿公，我要去拍电影了。你说过的，你要等我拍电影上大荧幕，你一定要陪我去戏院看，知道吗？你要去看我的电影，一定要看我的电影哦。阿公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童玲姐，这什么？是我的辞职信。童玲姐，对不起，以前对我那么好，我还一直恩将仇报，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问你啊，
你真的是为了替偶像出气才那样对我？我知道很幼稚，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的偶像吗？我一定要支持他的。那这又是什么？这个上面写的全部都是重要的事情，还有电话号码。你是只大头虾，不，我是说你经常忘记东西，还有漏掉东西，所以这个笔记本你千万不能不见。我不需要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明白。你不要以为你很了解我哎，这个我也不需要。短短的几句话就写了几个错别字，还有用这种彩色信纸写辞职信，你以为写信给偶像啊你？那我重写。我不接受你辞职。你不是说对不起我了，给你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将功赎罪？你还要我当你的助理啊？你原谅我啊？别啦，我原谅你啦。不过你写在这里的每一件事都要完成哦。没问题。那么有信心？当然。来，我帮你拿你的背。嘿，康丽姐，哎，喝咖啡啊？对呀，要不要试试我的咖啡？不错的。很特别吗？你试过就知道了。好，你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？越浓越好，谢谢。能服侍您是我的荣幸。你拍的双重晴晚不错哦。只是不错而已吗？我以为是很不错。是特别的好，你把商家产品都加得很自然。谢谢。我没有超支吧？我听说其他的导演都超支了。如果每个导演能够像你这样就好了。3个导演，只有你负责那几集没有超支。其实一点都不意外。不意外。其实之前我跟秦监制说过，我觉得这部戏里面有很多大场面是不必要的，可是他不这么认为，而且还要把这些场面搞得更大，那这样不超支才怪。之前你们谈剧本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吗？有啊，可是他硬要我拍，还有一些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说了，要不然你以为我在说秦监制的坏话。我没有这样想啊。难怪每次问他拍摄进度还有预算怎么样，他总是找理由来敷衍我。康丽姐，你有没有时间？我有一些想法，想要跟你说一下。好啊，说。如果我是监制的话，我会有3步政策。3步政策。不追滥情，走温情；不为场面拍群戏；不丢传统，创新路。看来你是做足了功课。没有了，其实我只是在班门弄斧而已。你想做监制，可以吗？我不想失去一个好导演。可是我还可以继续拍的，那公司不是更省钱吗？不错啊 ，Jason。你的戏拍得又好又快，又好像可以胜任监制的工作啊。原本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带着臭脾气的顽固导演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啊。不过很好啊，我很高兴，起码证明没看错你这匹千里马。再好的千里马，也需要有伯乐嘛。康丽姐，你就是我的伯乐。没想到你这匹千里马也很会说话。这咖啡很特别啊，在哪买的？你喜欢啊？我送1箱给你吧。1箱？
回家。哦，有没有时间？我们谈一下吧。最近怎么样？戏都杀青了。对啊，终于收工了。那就好了，可以赶快从那个角色里面抽离出来。你担心我？那个角色很阴暗，对啊，演得很痛苦。所以你现在要从那个角色里面跳出来。你把它演得很好，可是从现在开始，要做回你自己了。怎么了？如果你早一点安慰我，或许不要那么辛苦，也不会为最近发生的事而撑不下去。你是说你跟菲儿决裂的事？你知道没？一天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刚好在那儿，都听到了。你知道又可以装若无其事啊？我不是若无其事，我有想找你谈，可是你太忙了。以前的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啊，不管是好或坏，都一起分享。现在就因为你知道我暗恋你，什么都变了，我们变陌生了，连朋友都不如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在我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人。是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什么都变了？连最不可能变的人也变了。因为处境变了。不是，你心变了，你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。好像越来越不懂我怎么变了？还是以前的我？对，我以前没有事业心，我现在有了，那有错吗？我以前太讲究什么艺术感，很不切实际，我现在不是这样了。但是我有不择手段吗？我有害人吗？以前的你，心里坦荡，真、单纯、自信，表面上拥有不多，其实是拥有一切。刚才听到你拍马屁，我真的觉得很难过。我以前认识杰森去哪里了？为了事业迷失自己，值得吗？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说你？我还不是一样，迷失了自己，非要走上谢柳星的路，我怕我会走上菲儿的路。看来名和利都把我们吃掉了。人的一生会积累，试问好生泪水，以为苦完苦悲苦味，能换来好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。你心变了，你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，好像越来越不懂我。以前的你心里坦荡，表面上拥有不多，其实是拥有一切。为了事业迷失自己，值得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，那么幸福和美满，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酸，不孤单，
开灯试干。哎，搞定。这个很容易的，记住它的两端是弹簧，你只要稍微出点力，把这个灯管压进去就好了。算了，这种事情还是由你们男人来做比较方便。那这辈子灯泡坏了，你都找我帮你换呢？放心吧，不会是一辈子的事。也对，你找个男人嫁就都解决了喽。我现在这样，有谁会要？这叫什么话？你还是很有魅力的。这种门面话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跟我说了。没关系啊，等我儿子长大了，他帮我换就行了。哎，不只是你儿子啊，是我们的儿子。妈咪陪我玩。闹闹，今天让你爸爸陪你玩好不好？他最近迷上这个游戏啊，每次跟他玩都会输的。是吗？闹闹这么厉害？来，爸爸陪你玩。来，走，坐这里玩。你会玩吗？会。啊，拿车放啊，往上放。对了，哎，这是你的卡，拿好，好，这是我的卡。爸爸，我有这个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是我的。这个是我的。这是我，求你了 ，please。我的。好，那你看，你选一辆车。啊，拿这辆啊。好嘞。Police。来，放这。请问谁是姚建国先生？是我。你的一位女病人控告你非礼，请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哎，简直莫名其妙吧！那个女病人让我替她隆胸，隆胸没有在胸上划线啊，没有碰到她的胸，我怎么动手术啊？再说整个过程 Betty 都在，我怎么可能非礼她？那个女的应该是很漂亮吧？哎，你不相信我啊？信或不信，都不重要了，对吗？对，都不重要了。小步伐，走到云的顶端，哪怕只拥有一次的绚烂。Hello， 真的是太……你们好，你在这里拍戏啊？哎，不是嘞，我可不可以要你的签名啊？好啊。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可以啊。谢谢，拜拜。我们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好啊。好美哦。谢谢，拜拜。很红啊。凡人一个，虚名。日光之下，一切皆虚空。怎么在这里了？你没有说到我在这边啥？电话没电了。啊，跟我一样。你的手机也没电了。我没电了。看不出啊。突然感觉我也一样，24小时在演戏。我真的没电了。我又不是充电器，找我干什么？能不能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让我做回自己？越红就越难找这样的地方，除非在自己的茶山窝。走啦。来，喝水啊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一直在赶戏，今天下午刚好没有通告，所以来探望你。你还当我是病人啊？我一直没有来慰问你嘛，你还好吧？你说呢？精神很好哦。你在医院昏迷的时候，我有去看你，当时我真的很担心你会昏迷不醒。如果真的昏迷不醒死掉了，你会在我的丧礼上说什么？啊？是吧？你说不出来呀。我最近偶尔会想，如果朋友出席我的丧礼，他们会怎么追悼我？你干嘛想这种事情啊？一个人就算活得多富裕、多精彩，如果他死了以后，没有人真心的哀悼他，那是很悲凉的。所以要死得好，就要好好的活着。这是我跟死亡擦身而过之后的领悟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当演员是一份很不人道的职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普通人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哭一哭就算了，演员就不一样，不管什么喜怒哀乐，都要深刻去体会，把那份感受储存起来，将来有一天用在剧中人的身上。如果沉溺在角色出不来怎么办？那就恭喜你了。干嘛恭喜我？
因为你开始入门了。很多演员都经历这样的煎熬，尤其是对戏认真的演员。你有过这样子的挣扎？我曾经也走不出来，害到身边的人。那怎么办？很简单了，不要忘记自己是谁，多和那些能让你做回自己的人在一起。这样的人好像只剩下我哥哥一个。除了你哥哥，还有我啊。路上不能够剩下你一个人，很危险的。很多明星自杀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明星跟歌星都是超级感性的人。掌声把我们弄得飘飘然的，回到家以后，那种莫名的孤独、寂寞跟空虚。所以你要记住我说一句话：不要迷失自己，因为你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一个凡人。凡人，我会永远记住。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什么？决战之夜发生意外，女演员受伤，严重吗 ？OK， 我查一下排期。喂，什么意外啊？谁受伤？不知道啦 ，A P 没讲清楚。哎呀，惨了惨了，今天拍不完就麻烦了。喂，阿英啊，童玲明天不能放给你。哎，他们在哪里拍啊？哎呀啊，不知道啦，你自己看热闹。你是统筹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算了算了，快点收队，我们去下一个景点。啊，好啊。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童玲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以为你出事了。原来你那么关心我。童玲，童玲，我们马上要走了。哦 ，OK。你该要说什么？你先去拍戏吧。童玲，我得走了。拍动作戏，小心一点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是的。其实你的合约只剩下1年，1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你为什么不考虑等合约结束后才解约？现在需要赔那么多钱，不值得。我觉得值得就可以了。既然你考虑那么清楚，我也不多说了。谢谢你的谅解。对了，你去面试，他们有答应你给你什么角色吗？佩君也去了。嗯。我在酒店碰到他，Lauren说一定会有角色给我的。听说这部电影的题材新颖，演员配搭也很新鲜，应该是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。Lauren说，参加面试的新加坡演员也只剩下我和佩君了。你和佩君，你的胜算大一点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论演技，论外形，你的可塑性比较大。如果你是面试官就好了。你已经是阿姐了，还对自己没信心？你为什么不等拿到角色后才解约？他们不会考虑有合约在身的演员，所以我只好搏一搏。展鹏，谢谢你的栽培和鼓励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也要靠你自己的努力。那如果哪一天你累了，我们公司随时欢迎你回来。这个也算是助语吗？我祝你星途灿烂。谢谢你。Thank you。
怎么那么迟？有点事。是不是公司有事啊？心情那么不好？没什么。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，不能在电话里说。我想见见你，跟你一起吃饭，这样的理由能接受吗？我吃过了，你要吃什么你去点吧。其实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想告诉你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和 Jason 一起工作，所以我正式解约了。解约了？这么重要的事，我不想在电话里说。不演戏了？我现在失机有声了。那赔偿金我付吧。要几十万。小儿科。要你退出演艺圈的人是我吗？怎么了？要我完全退出演艺圈，可能要等2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了一部电影。那拍完这部电影之后，没完全退出吗？你提早解约，是为了拍电影，我多希望你是为了我。不过现在我终于知道，原来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。高健，我是真心对你的。各走各的，这样就没有人妨碍你了。分手吧。知道我不完美，能给的我都给，于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，都在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你小心点哦。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，那么幸福和美满。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酸，不孤单。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情况不很乐观，阿公想见的人，尽量安排来见面吧。阿公，Lawrence， 第2轮面试，现在我阿公他病得很严重，我要留在医院陪他，能改天吗？我真的走不开。女导演要回美国。最后一次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你能不能留在这里，帮我看住阿公？你现在还要去哪儿啊？最后一次面试了，如果我不去，我就会失去机会。菲儿，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？阿公他随时有可能……阿公现在在睡觉。他醒来之前，我一定会赶回来的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什么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？你不要做一些让你一辈子后悔的事情。
阿公要看我拍的电影，我一定要去面试。我已经提前和公司解约了，如果我不去，佩君就会拿到角色。我一定要去，阿公，拜托你了。阿公，你等我回来。真的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你合作。郑老板，你叫我飞就行了。其实应该是我谢谢郑老板给我机会。合约准备妥当之后再联系你。谢谢你，郑老板。菲儿，恭喜啊！你很快就是国际巨星了。谢谢你 ，Lawrence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好，保持联络。郑老板，好眼光哦！这一次你要安排的漂亮一点呢。一定。阿公离开的时候，你在他的身边吗？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离开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他的眼睛一直都看着门口，好像在等着你回来，直到最后，他也没有合眼。阿公，阿公，我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是我不孝，在最后一刻我都不在你身边。阿公，我拿到电影的角色了，我可以去拍电影了。你说过你要陪我一起去看我拍的电影，我的电影啊！你答应过我，你不能不守信用。你起来，你起来啊！只有阿公疼我，现在没有人疼我了，没有人要我了。高健不要我了，现在阿公也不要我，我现在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阿公。阿公，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，那么幸福和美满，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酸，不孤单。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这张照片，阿公的笑容这么灿烂，就用这张吧。这就是阿公最喜欢穿的衣服吗？他都不舍得穿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要带他出国玩，可是没有机会了。
干嘛怪怪的？菲爱的阿公去世了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今天中午。他一定很伤心。很伤心，也很懊悔。懊悔？他为了要去面试，没有见到阿公最后一面。什么面试比给阿公送终更重要啊？他为了要往电影方面发展，跟公司提前解约了。他今天终于得到了这个角色，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替他感到高兴。他为了要去面试，丢下阿公不管。开始我很气他，可是我后来看到他的样子，我变得很同情他。他为了追求事业，失去了一切，亲情、友情，还有爱情。我当时看到他的样子，我明白了一件事情。其实我跟他一样，为了追求事业，变得急功近利，忘记了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样的我，让你很失望。不想跟他一样，失去朋友，失去爱情，这样一个后知后觉的我，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？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，雷森啊？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楚过。你是第一个看出我丑陋的人，是第一个暗恋我，可是看到我做错事情，又会痛骂我一顿的人，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心灵相通，一辈子不用戴着面具的人，是第一个不经意的走进我心里面的人，是第一个你在跟我说你越来越不懂我，让我心里面很不安的人，是第一个让我决定好好爱的人，要好好珍惜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我没有更早的发现你在我心里面的分量。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就算我不是第一个，我也愿意当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，我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啊，才跟我老公离婚的。这关我什么事啊？她全身上下都是我老公帮她做的，做到床上去，够刺激吧？没想到连你都这样看我。追求爱情是没错，不过你选错人了。烂女人只可以找烂男人，对吗？我跟他们都是逢场作戏的，一点都不新鲜啊！每个男人都会这样说。我决定改过自新，我要回来，回到你们身边。你知道我的名声一向来不是很好的，对吗？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相信，如果我们再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整天吵吵闹闹的。有些东西就是直觉吧，就是相信。你的信任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不会吧？我跟你都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现在可以马上放人了。钱都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先看看魏颖有没有在车上。